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1日晚间22点1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这一轮行情我们发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3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反弹。同时呢，这一轮日线级别的反弹，我们看到了上方遇到了阻力位120日的均线在这种情况下呢，比特币在今天出现了微弱的调整，但这轮调整出现之后呢，我们认为比特币仍然有机会继续上行。为什么说它仍然有机会继续上行呢？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的 K 线在周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同美股都出现了3轮周线级别下跌，但当前比特币第3轮周线级别下跌处在一个8界阴线的这个位置，周线级别8界阴线出现17605低点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我们整个6、7月份也就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出行的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这个日线级别反弹目前尚未完成。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出现3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日线级别的反弹目前处在一个沙僧位的位置上。日线级别沙僧位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更多的比特币出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画面但这种画面我们知道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对应的日线级别反弹，在完成日线级别反弹之后，我们上方看到上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阻力区间，这个阻力区间呢是在3万美金附近。到达这里之后呢，我认为熊市还要继续走下去目前是8月1号8月、9月、10月这3个月呢，是反弹和震荡相互交叉结合的一段行情。但目前呢，反弹尚未完成，到达顶点之后呢，会快速回落下来，然后连续的发生震荡，直到把3万美金到17605这个位置上的筹码缺口完全填充完毕。这个缺口呢需要多次填充需要第一轮反弹回落第二轮更弱势一些的反弹回落，第3轮最弱势的反弹然后回落，最终呢在2万美金附近形成一个底部平台。这个底部平台的出现呢，会让我们误以为行情最终的底部来了，但是是不是最终的底部呢？我认为绝对不是因为从上2轮行情当中也就是17年、18年的行情和13年、14年的行情当中我们认为第一轮比特币熊市当中它的下跌幅度是要达到70%那这轮行情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已经跌到了这个位置70%大概就是2万美金附近，到达这个位置附近它多跌了一些，但是开始出现反弹震荡，这个持续时间我认为是7、8、90这3到4个月中间反弹呢只是反弹，不构成熊市当中的反转虽然目前反弹还在继续，但不构成反转。熊市呢还在继续，反弹到达压力区间3万美金以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布局空单因为这轮熊市我们之前给出的目标位是比特币的跌幅要达到85%，如果跌幅到达85%，我们的比特币的目标点位是1万美金附近精确一点说是10500美金附近所以呢，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作为空头需要耐心等待作为现货当中的多头呢，需要耐心的持有持有你的多头头寸这轮行情我们观察到了反弹幅度是非常激烈的这种激烈程度呢，我们可以测算一下，当前比特币最大的反弹幅度已经达到了40%已经达到了40%。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抄底获利的空间是巨大的
但是呢，我们在熊市当中，我更多的建议是到达阻力位区间去布局空单，因为行情整个的走势是向着空头方向逐渐发展的。目前的反弹呢，仅仅是回补当前行情当中的缺口一定要认准行情的重要方向和次要方向。当前次要方向反弹是在继续的，认清这个方向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布局自己的仓位布局自己的仓位。那怎样布局仓位呢？我认为当前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是一个布局现货仓位的时候到达阻力区间或者到达你的止损位置的时候，你减仓或者平仓因为呢，熊市不要抱有太多的信仰。熊市呢，抄底会获得很大利润，这个利润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下跌，比如说下跌了80%，但是呢，如果你反弹80%的话，它只要一点点你就会赚很多所以呢，很多人愿意抄这个反弹，但是抄反弹一定要谨慎做空呢要慢慢布局这个并不矛盾。行情本身来说呢，多空两个方向都会赚钱第一呢，抓住主要的方向或者抓住你感觉对的方向。第二呢，在抓住方向的同时分布式布局仓位第三呢，找到自己合适的建仓的位置。那这轮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比特币怎么样建仓多头呢？我认为当前均线走的非常有规律它的均线布局呢，我认为在日线上它主要是5日均线和10日均线相互纠缠。我们看到了粉色线是10日均线，蓝色线5日均线蓝色线是快线，粉色线是慢线。纠缠的过程当中跌破粉色线就是布局多头仓位的时间同时呢，我画出了100日均线和133日均线这两个均线呢也很有代表作用，代表了行情当中的主要压力位在这个均线位置上和结构上压力位同时让我们看到了3万美金附近3万美金到34000美金附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均线压力和结构上的压力都在这里。所以呢，在行情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涨气流正在出现，正在酝酿当中，当前处在一个杀峰震荡位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多头的幻想我们止步于压力位附近同时呢，我认为布局空单的位置是在3万美金这个位置上这个是针对比特币在当前反弹过程当中，很多人由于震荡犹豫不决对多头犹豫不决，对空头呢抱有幻想反弹就是反弹，要耐心等待它走完。同时呢，我们看到了美股最近非常强势，已经非常接近于120日均线附近了代表了它已经走出了日线级别上涨气流这种强势呢，在整个金融市场上影响了整个金融市场，因为美股占全球资本市场80%以上所以美股的走强呢，会影响比特币这一个大的资金池的走势所以呢，在美股反弹、比特币反弹当前的行情当中，不要因为很小的调整干扰你对自己对当前这个反弹趋势的一个判断。当然了，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板块不断的轮动首先呢，最开始是以太坊质押的利息翻倍了之后它给出了一个翻倍的利息质押翻倍，同时呢带动了 ETC 因为以太坊通过质押挖矿不进行物理挖矿了所以呢 ETC 狂涨了一波。狂涨之后呢，我们发现了 FIL 出现了暴涨， FIL 同时带动了 AR所以呢，这轮行情我们观察到了板块轮动很多币种出现了暴涨以太坊、公链存储板块未来我相信游戏板块像 GMT 这种也会有一段很好的行情。当然现在还没有表现不代表过几天它不表现，因为在比特币震荡过程当中很多板块数字货币很多板块会出现轮动效应，所以呢，耐心布局一些还没有暴涨的
这是耐心布局还没有暴涨的这些板块。同时呢，我认为目前强势上涨的比如说目前 Luna 最近死灰复燃出现了浪子回头的一个走势。Luna 还有它的一个分叉的这个币这个可能是它的老币 Lucy 这个也出现了一个走强的趋势。所以呢，关注这些我们观察到这个板块轮动从 ETC、FL 走到了 Luna 走到了游戏逐渐都会走出来因为反弹呢它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会出现这个板块轮动、资金轮动轮着跑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抓住板块轮动的前提是耐心的布局耐心的等待不要因为你的这个板块它没涨，但是你持有的时候你去追涨别的板块这样呢，你很可能会因为连续的跳跃性的操作最终导致你错过整轮的反弹行情同时呢，我们看到了 BTCST， 这是我们会员群给出的票这个票给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比特币持续的反弹，持续的高位横盘这个过程当中呢，BTCST 这种和 BTC 有关联的币种一个是它，还有一个 Chase，Chase 是通过JRBTC 挖 Chase 它是一个矿币，都出现了良好的表现所以呢，这段时间要抓住这种强势的，同时呢要埋伏一些还没有轮动的之前有过强势表现的，像 GMT APE 的这种游戏的板块也可以作为参考。然后呢，我还要提醒一点，就是市场上有很多老的公链比如说 BSV 还有 EOS 这种当前没有表现，走的非常弱势如果之前有持有的话那继续可以耐心持有，等待它上方有阻力位，这个100日均线和133日均线落下来之后，到达阻力位之后再进行减仓。如果没有持有的话我建议不对它抱有幻想，因为这种老的币种已经丧失了资金对它的关注，同时呢，因为散户持有的量比较多，稍微拉一些就容易被很多大户打压下来所以这种币种像 EOS、BSV 这种老的公链币种暂时不对它进行关注因为你的资金呢，你需要一个来回切换去追击或者埋伏的一个过程，但这种币种呢，资金对它丧失了关注之后就不建议对它进行埋伏，因为它会浪费你非常多的占用你非常多的资金有效时间所以这种币种我建议暂时要远离。板块轮动但不考虑非常弱势的币种，即使在当前反弹行情当中也不要考虑这种币种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希望比如说 BSV 这种我们看到了非常重要的均线系统一直在持续压制，它的反弹的走势非常弱势。相对于以太坊来说相对于以太坊 ETC 这种强势币种，它走得非常弱势所以呢要远离这种资金没有关照的公链币种这些公链币种呢，散户持有量大，筹码非常分散，所以呢在行情当中要考虑资金有热点的币种，板块可能会轮到的币种筹码相对来说对于庄家来说非常集中的这些要考虑这些后面呢我在 VIP 群当中我在这个 VIP 群当中会给出一些。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VIP 群或者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